朋友在埃及木乃伊博物馆工作，说馆里出事了，请我去看。我好奇之下解开了木乃伊的绷带，层层绷带下包裹的是我朋友的脸。陆灵珠，我叫乔墨雨，是南疆大学的大3学生，也是当代唯一的地师传人。地师，古代一开始泛指风水先生，后来就特指能观星的风水大师。俗语有云：一等地师观星斗，二等风师巡水口，三等先生满地走。现在行走世间的大多都是普通的风水先生，能掌握观星望气之术的，古代都在钦天监任职，效命于帝王家。我乔家祖上便是钦天监监正，也是世传的封门门主。这次我受朋友邀请，远赴埃及，来到一座美丽的南部古城卢克索。你好，你就是我 uncle 介绍的乔大师吧？我叫麦克，是这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。炎炎烈日下，一名戴着太阳镜的年轻人握着我的手，热情地摇晃。你可算来了，再不来，我们馆里的人都要疯了。麦克是香港首富大刘的侄子，年纪轻轻的富二代，不爱公司爱古时，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跑埃及来研究木乃伊了。他就职的是一家规模不大的木乃伊博物馆——卢克索木乃伊博物馆。卢克索坐落在尼罗河畔，河流穿城而过，将整座城市一分为二。河的东岸是壮丽的神庙和居民区，西岸则是法老和贵族的陵墓。木乃伊博物馆就在东岸，馆不大，就地下一层，总共藏品也不过上百件，是各种动物和人制成的木乃伊。我好奇地凑在玻璃展台上看，玻璃柜里面是一具3米长左右的鳄鱼木乃伊。原来鳄鱼也能被做成木乃伊啊！埃及的水神塞贝克就是鳄鱼的形象，他被认为是尼罗河的守护神。祭祀会把鳄鱼制作成木乃伊，供奉给神灵。麦克苦笑一声，问题就出在这具鳄鱼木乃伊身上。麦克跟我介绍，每具木乃伊外面都有玻璃罩子，清洁人员会在晚上闭馆之后把玻璃擦拭干净。可大约在1个月之前，其中一个清洁工叫托特的，像往常一样拿着抹布去擦玻璃。令人诧异的是，他的手居然直接从罩子上穿了进去。没错，那层玻璃消失了。托特震惊不已，在原地愣了好久。好一会，他才反应过来，以为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玻璃拆了，没及时告诉他。托特好奇地站在展柜前，盯着那具鳄鱼木乃伊看了好一会，然后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。其实他的行为很正常，是人都会对这些古老又神秘的木乃伊产生好奇。托特说他就是想摸一摸这鳄鱼的触感是什么样子的。然后呢？一旁的江浩言好奇地插嘴。麦克叹口气，浓浓的眉头挤在一起，形成很深的川字纹。然后就出事了，这条鳄鱼咬了托特一口，咬下他半截手臂。嚯，这鳄鱼复活了，那他怎么还躺在这？隔着玻璃柜，鳄鱼木乃伊静静地躺在展台上，一动不动，而且周围气息平静，没有半点煞气。我在玻璃罩子上敲了敲，你们没再加一层防护吗？麦克摇头。我还没说完，博物馆每晚会安排人值守，托特大喊大叫，吵醒了值夜的保安。保安赶过来的时候，托特疼得在地上打滚，血溅得到处都是。托特说鳄鱼咬掉了他的手臂，保安吓坏了，走过来查看他的伤势。可等他抬起头来，才发现那玻璃罩子完好无损。保安把托特送去医院，第二天我们馆的工作人员都去医院看他了。你知道的，托特才30出头，当地的年轻人很爱喝酒，我们都认为他喝醉之后产生幻觉了。这里离尼罗河不远，有野生的鳄鱼上岸也是有可能的。我点点头，你分析得很有道理啊，也许真的是他喝醉了。麦克苦笑，漆黑的瞳眸中满是困惑和不解。如果真的有这么简单就好了。他伸手指向玻璃罩子下方的一个锁孔，示意我凑过去看。这些玻璃罩都是可以打开的，要是在我身上。托特出事的第二天，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，我打开了这个盖子。然后麦克紧张地咽了口水，嗓音变了一个调。然后我就看见这鳄鱼的嘴巴里有托特的半截手臂。埃及天气炎热，博物馆里空调打得很大，强劲的冷风从出风口里吹出来，我手臂上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管理高层知道，我不敢声张。过几天，馆里换了一个清洁工，可事情更糟了。那个新来的年轻人，他大腿上被咬下一大块肉，人也吓得神志不清，不停地说着鳄鱼，有鳄鱼。我们查看了监控，奇怪的是，监控里看不见任何迹象。托特擦着玻璃，就抱着手在地上打滚了。那个年轻人也是莫名其妙抱着腿倒在地上。但是连续出了2次这样的事情，没有人再敢拿其他人的生命开玩笑。从那天起，博物馆就正式闭馆了，等乔大师你过来解决。听完麦克的介绍，我也感到很好奇。我见过许多奇奇怪怪的灵异事件，但是都不像这次这样，玻璃会无缘无故消失，鳄鱼咬完人又躺在那装死。木乃伊的制作工序很复杂，要先掏出所有的器官，再用棕油把躯体清洗干净，然后填充泡碱、沥青等进行脱水。等脱水完成之后，再腹腔加入防腐香料，最后在皮肤表面涂上树脂，用亚麻布料包裹。动物木乃伊的制作工序也差不多，经过这些复杂的工序，木乃伊的尸体很纯净，基本杜绝了尸变的可能。所以，如果这只鳄鱼活了，那只能是被其他邪物附体了。可这种邪祟煞气都很重，
见了血之后更甚，不可能在咬人之后又安安静静躺在展台上的。麦克带我在馆里转了一圈，给我介绍洗手间和那些控制开关的位置。很快，天色黑下来，麦克再三握了握我的手。乔大师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说完人就跑了。从惜命这一点，倒能看出是个富二代。我和江浩言在馆里转来转去，这些木乃伊有羊、猫、鳄鱼，甚至还有几只狒狒。我俩正凑在狒狒木乃伊前看，东北角的位置，忽然传来哎呦一声。博物馆很安静，保安在外面巡逻，馆内除了我们，并没有其他人。那一声叫唤，在寂静的夜色中就特别明显。我俩对视一眼，一起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。我在前，江浩言满脸紧张地跟在我身后。东北角的位置是摆放人形木乃伊的，那些展架做成火车上下铺的样子，每一层都躺着一具木乃伊。我看了眼发出声音的这具木乃伊，旁边有一块展牌，写着他的名字。Mass 算了，叫啥不重要。这具木乃伊躺在最下铺，身量和我差不多高，外面罩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罩子。我好奇地凑过去看，这一靠近，我心中猛然一惊。我凑得太近了，根本没感受到那层玻璃罩子的阻隔，那层玻璃消失了，就和前几次一样。我一惊之下，身体本能地想往后退。就在这时，那具木乃伊快如闪电般伸出手，握住了我的手腕。一股特殊的防腐香料味扑鼻而来，木乃伊顺着我的力量，居然坐起了身。我手腕一拧，发现他力大如牛，根本挣脱不了，我只能反握住他，然后把空着的右手伸进裤兜，掏出一张天水符。天水符能辟百鬼，可以把这具木乃伊体内的邪灵打出去。果然，符纸一贴上脑门，那具木乃伊瞬间不动了。我刚松口气，下一秒木乃伊又动了。只见他缓缓伸出右手，从额头上揭下符纸，在手中一捏，团成一团，然后当着我的面往地上一丢，眼神中甚至有几分挑衅。我有点意外，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天水符居然都不起作用。左手被他牢牢握着，符纸没用，我只能右手握拳，朝他脸上狠狠倒去。木乃伊速度极快的侧身一避，跳下展台。我们你一拳我一脚的打了好几个回合，这木乃伊身手灵活，居然还隐隐压着我一头。我被他一脚踢飞，身体向后撞在展台上，台子剧烈的摇晃，第二层的木乃伊滚落下来，摔在地上。江浩言见情况不对，正要上前帮我，就在这时，刚摔下来的那具木乃伊也动了。他趴在地上，往前爬了几步，伸出手死死抓住了江浩言的脚腕。卧槽！江浩言惊叫一声，蹲下身去掰木乃伊的手。那具木乃伊力气不大，江浩言用力一扯就扯动了。江浩言顺势狠狠一脚朝他后背踩去，木乃伊就地一个打滚，避开了他。两人也很快缠斗在一起，我没空管他，因为之前那具木乃伊又朝我扑过来了。之前的打斗中，背包被甩在一旁，我没机会拿到，只能和他近身肉搏。所谓一力降十会，这木乃伊力气太大，近身打斗我根本占不到便宜，得靠智取。我一个翻身把他压到身下，嘴里含了口唾沫，狠狠朝他脸上吐去。道教中，唾液又叫玉液，乃人之精气所化。搜神记中有一篇宋定伯卖鬼，宋定伯吐口水，把鬼变成了羊，还把他带去集市卖了。这个故事绝不是空穴来风，口水对所有的邪灵鬼怪都是有作用的。这一大口口水下去，身下的木乃伊果然僵住了，一动不动。我忽然感觉很不对劲，这木乃伊从头到脚都用布条包裹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眼睛周围的皮肤是干枯凹陷的黑色，可我这一口水下去，那黑色好像有点褪色了。我伸出一根手指，在木乃伊眼皮上蹭了蹭，然后凑到眼前一看，指尖上一抹黑。我和木乃伊面面相觑，下一秒，木乃伊哈哈大笑起来。这熟悉的魔性笑声，听得我一阵火大。见他后脑勺上露着一点布条的头，我一把揪住布头，飞快地转了几圈，把他脸上的布条全都扯了下来。层层绷带下包裹的是一张熟悉的脸，陆灵珠，你他妈是不是神经病啊？脑膜炎啊你！我破口大骂，陆灵珠抱着肚子疯狂地笑，旁边那具木乃伊也跟着大笑起来，一边笑一边捶着地板，像只打鸣的老母鸡。陆灵珠和宋菲菲这两个神经病，陆灵珠是我朋友，正经的茅山弟子，宋菲菲是他的女徒弟。我真的想不通，怎么会有人这么闲，吃饱了撑的，跑到埃及假扮木乃伊吓唬我？乔墨鱼，你好恶心，打不过怎么还朝人吐口水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刚才江浩言那个样子，真的笑死我了呀！陆灵珠一边狂笑，一边把脸凑我肩上，把之前的口水蹭我衣服上，洁白的 T 恤黑了一大块。我更火了，我半跪起来，一手压住陆灵珠的肩膀，一手又把布条卷回她脸上。卷别人不够，还卷自己，这么爱卷，你卷心菜投胎呀！陆灵珠笑得更厉害了，一直到我把布条又缠好，还在那笑。我翻个白眼，气呼呼地问道：“你们俩跑这里干什么？”麦克是我学长啊，他那天跟我说完这里的事以后，我和灵珠就来了。这馆里我们上上下下都看好几遍了，一点煞气都没有，实在看不出啥东西来。麦克见我们解决不了，说自己另外去请了大师，没想到是你，哈哈哈！宋菲菲还在笑，看见我和江浩言漆黑的脸色，他又伸手一指，这都是陆灵珠出的主意，
不关我事啊。陆灵珠，孽徒，行了，别闹了。你们来了这么久，研究明白了吗？那个消失的玻璃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指着刚才陆灵珠躺的那个展台，我刚才明明看见有玻璃的，你们俩怎么进去的？宋菲菲一脸意外，伸手指着展台。这个展台的玻璃罩本来就是打开的，所以我们才能把木乃伊搬到底下，自己躺上去。我俩本来是打算站在墙角吓唬你的。我扭头一看，那层玻璃还在。咦，真奇怪，刚才这里没有玻璃的呀。宋菲菲一边说，一边把手伸到玻璃罩子上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她的手从玻璃罩里穿过去，那层玻璃又消失了。我们几个都很吃惊，一起凑到展台旁边，几个脑袋挤在一起，仔细地盯着看。这一看，还真发现一点端倪。展台上确实没有玻璃，可是顶部的柜体上却嵌着一个很小的芯片似的东西。这东西发出一层微光，打在展台上，从远处看就好像照着一层玻璃。人凑近的时候，脑袋刚好挡住了芯片，就会感觉那层玻璃忽然消失了。这东西感觉是有人故意装上去的。啊，我明白了，那个清洁工托特，他看见的情况和我们一样，那个鳄鱼柜子的玻璃本来就是打开的。我们百思不得其解，所以有人提前打开了柜子，然后装上这个东西，故意吓唬人吗？目的是啥呀？我站起身，走到其他展台前去检查，这才发现其他柜子上还是有厚厚一层玻璃，就陆灵珠他们躺的这个展台，玻璃是打开的。陆灵珠一手摸着下巴，此事必有蹊跷，元芳，你怎么看？刚说完，门口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我们几人一惊，宋菲菲原地跳起来，完蛋了，要是被麦克知道我们假扮木乃伊，要被他骂死。陆灵珠和宋菲菲动作飞快，爬回展台上，闭着眼睛往那一躺，开始装死。两人刚躺好，门口的人就走进来了。我扭头一看，很是诧异，你们是谁？来了4个人，个个都穿着黑色长袍，蒙着脸，是男是女都看不清。江浩言用英语和法语挨个问了一遍，你们是这的工作人员，麦克让你们来的吗？来人没说话，只是手一抬，黑袍下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枪口。砰的一声，一支麻醉针从枪口中射出来，江浩言正好站在展台旁边，顺势一弯腰，那支针直直地扎在了陆灵珠的胳膊上。陆灵珠闷哼一声，头一歪，直接昏了过去。那几个黑衣人瞬间瞪大眼睛，用法语交谈。他刚才好像动了一下。趁这个机会，我和江浩言对视一眼，立刻分头朝两边狂奔。其中2个黑衣人拿着枪追了上来，另外2个留在原地，拿着一只巨大的帆布袋，一人抱头，一人抱腿，把陆灵珠装进了帆布袋中。身后不断有枪声响起，我抱头鼠窜，狼狈地躲闪。功夫再好，也敌不过现代武器啊。不过这几个黑衣人很谨慎，用的都是盗猎用的麻醉枪，针头飞了一地，对管理倒没什么破坏。又是砰的一声，我就第一个翻滚，躲到一个展柜后面。有一道低喝声传来，别管那2个人了，东西到手，先撤。我探头出去看，只见那4个黑衣人，2人抬着一个帆布袋从大门口跑了。江浩言追了出去，我忙回到刚才的展台上一看，坏了，陆灵珠和宋菲菲都不见了。我跑到门口，把情况和江浩言一说，江浩言瞬间瞪大眼睛，卧槽，他们居然是来偷木乃伊的，胆也太大了。所以之前的一切都是他们搞的鬼。这群黑衣人肯定买通了管理的工作人员，先提前把展柜的玻璃打开，然后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假造了鳄鱼攻击事件。以前博物馆正常经营，每天晚上都会有6个保安值守。闭馆之后，怕工作人员再出事，晚上值守的保安只有3个，而且基本都在外面，很少进来巡逻。特别是今晚，我和江浩言在，外头的人就更加放松了警惕。完蛋了，快追上去救陆灵珠他们啊！这种国际文物偷盗团伙，个个穷凶极恶，要是发现自己辛苦布局这么久偷出来的木乃伊是假的，陆灵珠就死定了。我赶紧从展台底部把那2具真的木乃伊掏出来放好，然后打电话给麦克。麦克，管理出事了，快点过来。麦克住的地方离这不远，很快飞车赶来。他从车上跳下来，看见门口横七竖八倒地的几个保安，面色大变。Oh my god！ 那个鳄鱼木乃伊攻击了他们。我摇头，不是，刚才有个偷盗团伙。什么？看清那几个保安胸前的麻醉针，麦克脸色唰一下变得惨白，一手扶着胸口，踉跄2步。这群该死的杂碎，他们偷走了什么？陆灵珠和宋菲菲被他们偷走了，快把车子给我们，再晚就追不上了。麦克脸上露出一个巨大的困惑表情，来不及跟他解释了，我直接抢过麦克手里的车钥匙扔给江浩言，两人一前一后上了车。江浩言一脚油门朝黑衣人离开的方向追去，车子往前开了2公里，前方出现一个3岔路口，江浩言犯了难。乔墨雨，往哪边追？要不你补个卦。我伸手一摸包，糟了，刚才赶得太急，忘记拿背包了。那些吃饭的家伙是一点都没带，就屁股兜里揣着一叠符纸。我骂江浩言，补什么卦，能不能讲点科学道理？下去看看车辙印。埃及95%的面积都是沙漠，尼克索附近也有大量沙丘，
风一吹，公路上覆盖着细细的一层黄沙，几分钟前的车辙印就特别明显。我们一路追踪，车子开了大约1个多小时，车灯照射下，前头出现一个朦胧的巨大三角形，是一座金字塔，他们好像就在那。几辆黑色皮卡匍匐在金字塔脚下，缩成了几个小黑点。我和江浩言把车停好，刚偷摸走下车，就看见有个黑袍人朝我们走来，端着步枪，边走边问：“嘿，你们来这做什么？”长长的枪柄，三角形的枪托，不同于刚才的麻醉枪，这是货真价实的步枪啊！我瞬间浑身僵硬。江浩言磕磕巴巴用法语交谈。我们路过，我下车撒个尿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就走。庆幸的是，来的这几个不是我们刚才博物馆里撞见的人。他狐疑地盯着我们看，一手紧紧握着枪。我们这就走了。江浩言眼神示意，我立刻乖乖打开车门上车。那个黑袍人好像没有怀疑，一直站在原地，看着我们的车子往前开。江浩言，开快点！如果他回去说遇见的是2个亚洲人，之前在馆里看见我们的那几个黑衣人，肯定要怀疑的。好，我们开到前面，再从旁边绕个圈走回来。啊！江浩言话还没说完，身后忽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，车轮被打中，车子速度开得又快，瞬间撞向旁边的沙丘，侧翻在地。我有几秒意识是空白的，等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被安全带紧紧勒住，胸口剧痛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我强撑着睁开眼睛，从后视镜中看见几个黑影正向我们靠近。我不由得在心里大骂陆灵珠，都是这个老六，好好的装什么木乃伊，鬼还好对付，现在面对这些拿枪的文物贩子，叫我怎么搞？江浩言，你没事吧？我努力抬起手，在江浩言脸上拍了几下，车辆是朝他那边翻的，他被压在下面，看着情况比我严重。我没事。江浩言晃晃脑袋，幸好咱都系了安全带，趁他们没追上来。乔墨雨，你先爬出去。我朝后视镜看了一眼，那几个人离车子已经非常近了，现在出去肯定被枪射成筛子。但是困在原地啥也不干，等他们走到车前，我俩也要被射成筛子。我上半身紧紧卡在位置上，眼睁睁看着他们离我越来越近，急得脑门上都是汗。我努力冷静下来，转头朝车内看了一圈，寻找能脱困的办法。当目光扫过车尾巴上冒出的几缕黑烟时，我顿时有了主意。我忙掐了个手印，口中诵念炷香神咒：道由心学，心甲相传；香若玉炉，心存地前；真灵下判，仙配林轩；弟子官告，敬达9天。炷香神咒用于导柱上香，传于上天。我一念完，车尾那股黑烟猛地向上窜起，整辆车都烟雾缭绕的。几个黑衣人立刻停下脚步，谨慎地往后退去。车子好像要爆炸了，趁这个机会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一手扒着车门，艰难地从里面爬出来，然后把江浩言也拉了出来。两人低头弯腰往沙丘上爬。这烟雾起得快，散得也快。那几个黑衣人在原地站了一会，见烟雾散了，立刻举着枪冲过来查看。fuck， 人跑了，快追！我看见了，他们在那。一连串枪声在背后响起，我和江浩言低头狂奔，拼命翻过沙丘。这附近的沙地不是那种细沙，更像是石头的半风化状态，沙粒混合着碎石，表层坚硬。总之想挖个坑躲进去都不行。为了避免被后头的枪击中，我两机自行蜿蜒着跑，累得我哈喇子都快跑出来了。幸运的是，前面就是那座巨大的金字塔，我们从沙丘上冲下来，就往金字塔上爬。这座金字塔是一块一块巨石堆积而成，一圈圈就像巨大的台阶一样，几乎到我胸口高。我们刚爬了2层，身后又传来一连串的枪声，砰砰砰！不过子弹全都射歪了，因为另一个黑衣人用力推了开枪的人一把。你疯了，不能朝金字塔开枪！你们4个爬上去解决他们俩，其他人按照原计划行动。有4个黑衣人放下枪，爬上金字塔，朝我和江浩言追来。另外几个黑衣人走到一辆小皮卡前面，从车上抬下2个长长的帆布袋。我站在原地不动，吃惊地看着他们的动作。奇怪，他们偷了木乃伊，不送去交易，跑到金字塔来干什么？难道这里就是交易场所？可除了他们这个车队，没看见有其他人啊。那几人抬了陆灵珠和宋菲菲，又每人从车里拿出一个双肩包背在身上，然后就绕到了金字塔背面。我好奇地想跟过去看，就在这时，之前的那4个黑衣人也到了。其中一个高个子狞笑着搓了搓拳头，朝我靠近。我也跟着笑。笨猪，你猜我为啥不跑？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直接飞起一脚，把他踢下了金字塔。没枪，我还怕你们个鸟啊！快速解决掉4人，我跟江浩言绕到金字塔背面。可奇怪的是，那一行人居然消失不见了。这边地势空阔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沙丘，没有什么东西遮挡。那些人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跑远了，那就只有一个可能，他们进了金字塔。这边应该有入口，江浩言，我们分头找。我们一左一右，一层一层找进去的洞口。今晚月亮很圆，皎洁的月光流淌在白色的沙石地上，不用手电筒也能看得很清楚。我翻到第5层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，两旁巨石林立，那洞口夹在巨石中间，大概只有80-90公分宽，黑黢黢的深不见底，仿佛能吞噬月光。我朝前走了一步，吓得尖叫出声。
我撞上了一个人，他一身黑袍站在洞口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枪。我们撞在一起，他也发出一声惊叫。难怪这洞口那么黑，原来站了个黑人，还穿着黑袍。我俩各自往后跳了一步，他伸手举枪，我感觉背后被人一撞，竟直接朝他枪口扑了上去。原来是江浩言也紧跟在我后面朝前走，我这一跳正好又撞在他身上，被他弹了出去。这狭窄的甬道里，我胸前顶着一把枪，身后又是江浩言，把路堵死了。只要对面的人扣下扳机，我真是神仙难救。黑衣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他黑布包裹下的圆眼露出一丝笑意，两手一起握住枪，就要扣下扳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身体略往后一仰，伸手托住枪口，朝上用力一举，哒哒哒哒哒，一连串子弹射在头顶，震得我双手发麻，顶上砸下无数碎石，灰屑漫天飞舞。黑衣人本能的伸手挡在头上，趁这个机会，我一弯腰，从他胯下爬了过去。但凡他个子小一点，我都不会出此下策。这黑衣人起码2米高，别人是双开门冰箱，他双开房门，肩膀巨宽，往内一站，把整个通道堵得严严实实。忍完胯下之辱，我站起身，飞快地往前跑，扭头一看，江浩言也追了上来。他吞吞吐吐，刚才无事发生。我们默契地对视一眼，继续朝前飞奔。跑了没多远，前面传来一阵问话声：“死肥仔，叫你不要开枪，出什么事了？”愤怒的嗓音在幽深的通道中传出很远，我和江浩言一惊，身后已经传来黑人胖子生气的怒吼和急促的脚步声。那2个亚洲人进来了，干掉他们！这条进入金字塔内部的甬道笔直狭长，没有其他岔路，我们被前后夹击，对方还有枪，根本跑不了。我朝旁边看了一圈，确定没有其他出路，立刻张开双手，在墙上一撑，往上一跳，2条腿也分开踩在墙上，躲到顶上去，希望他们不会发现。江浩言如法炮制，我们俩像2只青蛙一样撑在墙壁上，屏住呼吸，慢慢往上爬。为了不被黑衣人发现，我努力想爬得更高一点。可是爬了一会，我感觉越来越不对劲。我已经爬了差不多5-6分钟，速度虽然慢，但这通道的层高也太高了吧。底下那几个黑衣人的交谈声也越来越远。奇怪，人呢？瑞奇，有人从你旁边跑进去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守在这里，没看见其他人进来，肯定还在里面，仔细找找。要是被他们闯进去打扰老板做事，我们就死定了。几束手电筒的强光在底下照来照去，偶尔朝上扫过来，借着光线，我也往上抬头看了一眼。就这一眼，我顿时倒吸一口冷气，心脏骤停。我看见了一条巨大的尾巴，就悬在我对面的墙上，悠哉地晃动，从左边扫到右边，又从右边扫到左边。如果没有那一束手电光，我再爬几步就直接撞上去了。我愣在原地不敢动弹，上面的空间也差不多到头了。这条狭窄的甬道尽头是另一层空间，现在不知道有什么动物就盘在甬道旁边，甩着尾巴玩，看着像是巨蟒，可是那尾巴顶端又长着一排环形的肉刺，而且晃动的时候会发出流水一样的响声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我正犹豫要不要往下滑一点，就在这时，底下忽然又有几束灯光亮起，漫无目的晃了几下，然后对准我和江浩言。我找到他们了，他们在这。其中一个黑衣人举起枪，另一个人忙阻止他。不要开枪，老板那边快开始了，你想死吗？就着灯光，我看见对面的蛇尾不动了，唰的一声，蛇尾快速收了回去。我暗叫不妙，大喊一声，滑下去。我快速把手一松，改用脚尖抵着墙面减少摩擦力，身体急速往下坠，几乎是半摔下去的。快到地面时，我才用力把手撑在墙上，掌心和墙面一路摩擦，手心传来一阵剧痛，堪堪止住了下跌的趋势。那几个黑衣人已经朝我扑过来，我急了 ，run run run！ 几个人一起笑起来，还想跑。其中一个朝我伸出手来，刚伸了一半，从天而降一团巨大的黑影，狠狠一口咬在他的手上。这下我看清了，这是一条巨大的响尾蛇，身体呈黄绿色，背后有菱形的黑色斑纹。对面的人发出一声惨叫，另外几个黑衣人立刻去摸枪。这时候他们也顾不得老板的吩咐了，一连串枪声响起，那条响尾蛇甩着尾巴，把另外一个黑衣人打飞，场面一时间乱成一团。我和江浩言趁机蹲在地上爬了出去，没命的跑了一会，前面出现一个岔路口，我蹲下身看了下地上的脚印，带着江浩言飞快地朝左边那头跑去。不一会，前面传来亮光和断断续续的交谈声，我们2个不约而同放轻脚步。我和江浩言把身体贴在墙上，探头飞快地朝里面看了一眼，眼前差不多到了金字塔的最中心，空间豁然开朗。最中间放着2个长方形的石台，台子对面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壁画，而台子上躺着2具木乃伊，应该就是陆灵珠和宋菲菲了。有一个穿着传统埃及服饰的女人，正绕着那2个圆台跳舞，旁边还播放着埃及经典的音乐，连我听了都想吐信子，更别提舌了。这女人好像是个祭祀，一边跳舞一边念念有词，唱了一堆我完全听不懂的话，翻译小江也表示无能为力。壁画下有个胡子花白的老人，正闭着眼睛盘腿坐在地上，他旁边还摆放了一大堆祭祀用的东西，面包、鹿腿、蔬菜、香料等，
都用华丽的金色托盘装着，整整齐齐摆成2列。那女祭司跳完一段舞，老人睁开眼睛，女祭司朝他点点头，老人站起身，走到木乃伊陆灵珠面前。2个黑衣人上前把陆灵珠从台子上扶了下来，老人让陆灵珠的脚踩在他脚上，他2手抓着陆灵珠的手臂，把身体贴在陆灵珠的后背上，带着他往前走。整个过程诡异又离奇，看得我大气都不敢喘。老人带着陆灵珠一直走到壁画前，所有人都盯着他们看，然后眼睁睁看着老人脚步不停，他身前的木乃伊一头撞在墙上，发出咚的一声。这下糟了，陆灵珠脑子本来就不好使，这一下撞得不轻，可被撞傻了。老人有些生气，旁边另一个矮个的黑袍男子立刻起身安慰：“别急。”话一出口，我和江浩言同时震惊地瞪大眼睛，这人居然是个中国人。老人冷哼一声：“杰克，你要是敢骗我。”叫杰克的年轻人点头哈腰，改用英语说话。哈哈，怎么会呢？我蒙谁也不敢蒙你啊！再说，就你那智商，我能骗得了？咱别急，再试试另一个。老人冷着脸，把陆灵珠放回石台上，然后又扶起宋菲菲，如法炮制，抓着她的手臂向前走去。可这次不同的是，宋菲菲是清醒的，她显然不愿意看着自己撞到墙壁上。等老人走到壁画面前的时候，宋菲菲悄悄用2根手指抵住了墙壁，感觉到一股对抗的力量从前头传来，老人大喜。我感受到了，他在阻止我进去。杰克啊，哦，你要让他感受到你的诚意，永生之门才能打开。老人点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等平静下来之后，继续推着宋菲菲往墙壁走。宋菲菲急了，用整个手掌抵住墙壁，绷紧身体。老人继续把她往墙壁推，宋菲菲2个手都撑在墙壁上，还把膝盖也提了起来，顶住墙壁。所有人都傻眼了，这个画面太好笑，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。就在这时候，一把枪抵在了我的后背。我和江浩言举着手，被人从后面推出来。老板，就是这2个亚洲人一直跟着我们，要杀了他们吗？杰克见状，立刻原地跳起来，伸手指着我。啊，原来是他们破坏了祭祀，有他们在，法老才会抗拒引领你进入永生之门。老人怒不可遏，把宋菲菲靠墙一放，一把揪住其中一个手下的衣领，把他们带到外面处理干净。再有其他人闯进来，下一个死的就是你，蠢驴！眼见的几个黑衣大汉提着步枪朝我走来，我急道：等等，靠你的方法，这辈子都进不了永生之门。老人愣住了，狐疑地盯着我。你也知道永生之门？我冷笑一声，抬起下巴。当然了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我叫乔，嗨嗨，是中国的帝师。帝师你知道吧？就和埃及的那个大祭司差不多。咱中国和埃及都是4道后巴西，可免费看后续大文明古国。古埃及人有办法通往永生，我们中国道教也能做到。我东拉西扯一顿吹牛，江浩言在旁边老老实实翻译。等听完，老人脸上的杀意渐渐消失。中国人，他转头看了杰克一眼。神秘的东方人都知道永生的办法。杰克朝我翻个白眼。不是，姐们，你谁呀？你跑这抢饭碗来了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就敢瞎鸡巴忽悠，不要命了你！见我无动于衷，杰克走到我旁边，暗暗扯了下我的衣袖，然后一手挡在嘴边跟我说悄悄话。你放心，有哥在，哥肯定把你俩平安摘出去，你就别搁这瞎胡闹了。那老头是这里的最大黑帮头子桑格，你乱说话，小心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。根据杰克的介绍，桑格贩卖文物军火，富可敌国，但是他得了癌症，他妻子就是死于癌症，穷极西方医疗手段都没有用。桑格不甘心自己也这样死去，于是寄希望于神学。古埃及亡灵书上记载，肉体死亡为灵魂开启通往永生的大门。在古埃及人眼里，人的生命分2个部分，一个是代表灵魂的卡，另一个是代表生命力的疤。卡的概念有点类似于我们的魂魄，人死后卡会进入天堂，但是卡在天堂并不是无忧无虑，而是需要能量维持，这个能量就是生命力疤。于是埃及人把躯体制造成不腐不朽的木乃伊，通过向木乃伊祭祀供奉，让木乃伊得到能量疤，然后传达给在天堂里的卡。这有点像我们民间给神塑像供奉香火，神在天上也能享受到香火。所以木乃伊是凡间沟通天堂的路径，也是让灵魂卡在天堂能达到永生的关键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黑帮老大桑格重金之下，有无数教授博士给他卖命，真从古籍中发现了一些文字资料，上面记载了一则预言，说是几个盗墓贼进了一座金字塔，对里面的文物大肆破坏，还亵渎法老的尸体。其中一个盗墓贼看不下去，出言劝阻，反而被其他人打伤了。他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时候，法老木乃伊复活了，木乃伊杀光其他人，然后带领他穿墙而过，进入了一个永生的世界。他以为自己跟着法老进入了天堂，法老却说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，然后把他推了出去。他跌在地上，才发现刚才的一切都是他临死前的幻觉。可令人震惊的是，同伴确实都死光了，而他刚才中的刀伤却不药而愈。他从金字塔里出来后，每天虔诚地给法老供奉，无病无灾，轻松活到99。
几个教授得出结论，这个盗墓贼进入的是传说中的永生之门。永生之门论里只有灵魂才能进去，但木乃伊和永生之门里的卡是有联系的，他们是通往永生之门的钥匙。通过木乃伊，可以短暂的让人的躯体也跟着进入，而从永生之门出来的人能治疗好身上的所有疾病。其中一个教授的儿子和杰克是好朋友，杰克从朋友嘴里知道了这件事，就跑到桑格面前自告奋勇，说他知道怎么带人进入永生之门。我和杰克四目相对，杰克一脸坦诚地看着我，你别在这乱说话，坏了我的事。你放心，我虽然骗老外，可咱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你老实一点，我指定保下你。说完拍拍我的肩膀，扭头看着桑格，老板，我们沟通过了，这人确实有点本事，可以当我的副手，不过他冲撞了祭祀仪式，得让他将功赎罪。这样吧，让他们两个去外面祈祷，他能沟通月神，给咱们这头增加灵力。杰克一通瞎忽悠，然后又朝我眨眼睛，改用中文，等会到了外面，你们找机会快跑，能不能跑掉就看你自己了，别说哥不给你机会。桑格将信将疑地看着我们，犹豫片刻，点了点头，示意让手下带我们出去。这老头还挺好忽悠啊。我眼前一亮，立马伸手指向那两具木乃伊。桑老板，你知道刚才的祭祀为啥失败了吗？因为这两个法老也缺少灵力，他们常年被困在博物馆里，没人祭祀，体内的八能量不足，没法带你进入永生之门。在我们中国，不管是人是妖，修炼都要采集日月精华，为之采日月气。月亮中蕴含了巨大神秘的能量，我现在要把他们带出去，一起吸收月亮精华，补充八的力量。桑格听得入神，杰克却急得拼命朝我使眼色，嘴都气歪了。你别节外生枝，你想干啥呀？桑格转头看向他，这个中国大师说的好像有道理，杰克，你认为呢？杰克皮笑肉不笑，呵呵，没道理。法老的疤我会通过祭祀冲进去的，不用把尊贵的法老弄去外面，让他们两个自己出去就行了。说完又切换中文，恶狠狠地警告我，你别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自己跑就够了呀，咋还想把木乃伊也带走？你这样会害死我的。说实话，这骗子杰克人还是不错的，但我这趟就是为了救陆灵珠他们来的，不管咋样都得想办法把人带走啊。我只能摇头，哎，杰克，你终究还是道行太浅啊，凭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给法老补充足够的疤的。我和杰克吵了起来，桑格在旁边看了一会，忽然冷笑一声，掏出一把手枪对准我。你们中国人把我当傻子吗？就算我听不懂中文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们两个中间必定有人在撒谎。其中一个手下走到桑格旁边，低声说道，老板，这两个中国人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，我们去请法老的时候，他们就在现场。什么？桑格怒了，把他们两个带去外面。我忙举起手，我不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，我在冥冥中感应到了法老的召唤，才过来博物馆看他的。我有证据，我有证据。我伸手指向靠墙站立的宋菲菲，尊贵的法老啊，请你诚实地告诉你的子民，是不是你把我召唤来的？众目睽睽之下，宋菲菲靠着墙角站着，缓缓朝我点了点头。所有人都震惊了。我继续问，你是不是需要去外面晒月亮，才能收集到足够的疤，带你的子民进入永生之门？宋菲菲又点头，然后还给自己加戏，往前一步，伸手指向头顶，做了一个环抱月亮的动作。桑格都傻了，等反应过来，激动得无以言表。对上了，和预言里的都对上了，法老复活，法老复活，带领人走进永生之门。桑格扑通一声跪在宋菲菲面前，法老殿下，你愿意带我进入永生之门吗？宋菲菲愣了一下，忽然抡起胳膊，重重抽了桑格一个大嘴巴子。桑格呆呆地张着嘴巴，委屈地伸手捂住脸颊。宋菲菲忍着笑，还想扇他，我知道他的心思，他和陆灵珠一路颠簸，都是拜这个桑老板所赐，以宋菲菲的性格，向来没吃过啥亏，肯定要借这个装神弄鬼的机会出口气。我忙阻止他，桑老板，法老能量不够，咋带你进去呀？你还在这问三问四，还是先去外面充点能量吧，不要着急呀。哦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急了。桑格连连道歉，被抽了一巴掌以后，态度更好了。于是，在那群手下敬畏的目光下，江浩言背着陆灵珠，我和宋菲菲走在最前面，一群人浩浩荡荡朝通道外走去。杰克吃惊的嘴巴就没闭起来过。不是姐们，你是真能沟通木乃伊？不是，这是真的吗？姐们，你是道士啊，真的可以修炼吗？道长，你带我呗，你收徒弟吗？我可以给你交学费。杰克一路上滔滔不绝，直到看见通道里巨大的响尾蛇，才吃惊地闭上嘴巴，闭了一会又继续滔滔不绝。我天，响尾蛇怎么能长这么大？这是你们开枪打死的？不是说了吗？今天要祭祀，金字塔里不能开枪。老板，你看看他们，蛇是法老的保护神，他们还敢杀，难怪法老不愿意带你进永生之门。桑格停下脚步，看着身体上布满枪眼的响尾蛇，脸色很难看。谁开的枪？两个黑衣大汉唯唯诺诺地走上前。老板，不开枪他会吃了我们，我们也是。话还没说完，宋菲菲已经一个箭步跨上前，抡圆了胳膊，对着两人一人一个响亮的大嘴巴子。
打完几巴掌，他又戏精上身，装模作样的蹲下身抚摸那条蛇，一副心痛的表情。我朝他使眼色，差不多得了，你戏是真的多。宋菲菲没理我，背着手趾高气扬，挨个把那几个手下都教训了一遍。我们一路顺利的从金字塔里出来，此时明月高悬，几辆车子就停在路边，眼见的马上能成功逃离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我指挥宋菲菲爬到那辆小皮卡上面，这里地势太低，爬到车上比较好吸收月亮精华。宋菲菲点点头，朝前走了几步。刚才那几个黑衣人朝我们开枪，金字塔上被扫下许多碎石块。宋菲菲没注意低头看路，被脚下一块石头一绊，整个人往前趔趄着冲出去，发出一声惨叫。啊！扑通一声，宋菲菲摔得跪倒在地。空阔的荒丘上，她那一声喊叫太明显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杰克继续张着嘴巴，傻子一样。这法老是个女的？我白他一眼，大惊小怪。博物馆里那两个木乃伊本来就是对夫妻，你咋连这个都不懂？宋菲菲站起身，爬到皮卡车斗里，江浩言把陆灵珠也放了上去。我和宋菲菲对视一眼，她开始装模作样的跳舞，抽胳膊甩腿，摇头晃脑，非常鬼畜，简直没眼看。跳了一会，宋菲菲忽然浑身一抖，然后垂着胳膊站那不动了。桑格大惊，大师，法老这是怎么了？我摸着下巴沉思，能量还是不够。这样吧，你把车子发起来，车子震动能激发他体内的磁场，有利于他吸收月亮精华。好，来人，快去启动车子。桑格老老实实听吩咐，但是站在旁边的杰克看我们的眼神已经越来越诡异。这孙子没老外好糊弄，估计很快就会发现了。看来得弄点真东西出来。我悄悄从屁股兜里摸出一张金光符，然后绕着车子走了一圈，趁人不注意把符纸塞进车斗里。宋菲菲继续跳舞，吸引大家的注意。我小声念诵金光神咒：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万劫，正无神通，三界内外，唯道独尊。体有金光，复应无身。金光神咒是道教8大神咒之一，主张以内炼金光元神护体，降魔卫道。但正常人的元神非常微弱，要配上金光符，才能在体表形成一层极浅的光。等我念完，宋菲菲忽然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然后两手在胸前绕了个太极图案，花里胡哨一套动作刚做完，唰的一下，她整个身体都弥漫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芒。所有人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Oh my god！ 桑格不住地惊叹，我淡淡一笑。他在吸收月亮精华，所有人都跪下来，不要抬头看他，不然会干扰到他。桑格一言跪下，见他跪了，其他黑衣人也乌泱泱地跪了一地，个个都垂着头看地面。趁这个机会，我和江浩言赶快跑向驾驶室。汽车已经启动，只要我们俩上去，踩下油门，就能在大家反应过来之前离开这个鬼地方。计划原本天衣无缝，我的手都伸到了车门把手上。就在这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天上盘旋着一只鹰隼，也许是被宋菲菲身上的金光吸引，忽然俯身快速朝宋菲菲飞过来，两只利爪朝她头上抓去。宋菲菲急了，忙挥手驱赶，滚开，滚！鹰隼的爪子尖利，刚好勾住了一团亚麻色的布头，振翅一飞，在空中盘旋几圈，宋菲菲脸上的绷带全落下来了。众人听见响声，都抬起头来，然后所有人都震惊地瞪大眼睛，张大嘴巴，齐刷刷几排表情包。偏偏宋菲菲毫无所觉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穿帮了。她两手一挥，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，然后又把手往下压，示意众人跪下。我已经没眼看了，我飞快地爬上车，用力一甩车门，海眼尼玛，快趴下！江浩言也很快反应过来，爬到驾驶室，一脚油门，发动机发出轰鸣声，车子往前窜去。宋菲菲哎呦一声，摔在车斗里。桑格不可置信地看着汽车尾气冒出一团黑烟，扬长而去，在他视线中成了一个小黑点。Fuck！ 杀了他们，把这群中国骗子杀光！桑格原地蹦起来，简直快气疯了。那些黑衣人立刻拿枪的拿枪，开车的开车。一会功夫，我们车斗后面就响起一连串的枪声。宋菲菲躺在车斗里，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！那群孙子给我跪下那样，你看见了吗？艾玛，爽死了，刺激，爽！哈哈哈！灵珠你没看见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可惜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我们车子往前开了没多久，就看见前面的路被几辆黑色的车子封死了，一群黑衣大汉荷枪实弹，从窗口里举着枪对准我们。卧槽！江浩言急打方向盘，车子往旁边沙地上冲，车头发出一溜子弹射击声，前有拦路虎，后有穷凶极恶的追兵，耳边又全是砰砰乱响的枪声。江浩言慌乱地开着车，在空阔的沙地里横冲直撞。很快，车子开进了一条峡谷，两旁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山，久经风化，苍凉残破，狂风呜咽着从峡谷中呼啸而过，听着犹如狼嚎。又是一阵子弹扫射之后，这辆皮卡再也撑不住了，后面的两个轮胎全被打废，车子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。我和江浩言打开车门，猫着腰爬下车。菲菲，先把灵珠弄下来。宋菲菲把陆灵珠放在江浩言背上，然后跟着跳了下来。她还是之前的木乃伊造型，只不过头部已经完全暴露，
白色的绷带卷在脖子上，被风吹得向后绷成一条直线，仿佛一条长围巾。Run run run！ 妈的，那些子弹扫得我都快聋了，这群人真是丧心病狂。我们几个不敢停留，汽车往峡谷深处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桑格他们没有追上来，反倒是杰克站在一辆皮卡斗里，朝我们挥手，大声喊着什么。别死谷！风太大了，他尖细的嗓音被扯得断断续续，完全听不清在说什么。我竖着耳朵努力听了一会，好像是说什么死人谷还是死亡谷的，让我们别进去。笑死，死人有枪可怕吗？宋菲菲还在搓着耳朵。他们不敢进来最好，抓鬼我们可是专业的，先进去喘口气。等会，反正他们也不敢进来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先去看看车上有没有吃的。其实我大晚上饿倒是不饿，跑了大半夜，主要是渴。我偷偷摸回车上，在座位上翻找一阵，果然在后座找到几瓶矿泉水，还翻到一块巧克力。我把矿泉水抱在怀里，跳下车。瞧，出来！转头一看，桑格他们还在谷口，几辆车子把入口处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杰克依旧在卖力地跟我挥手，桑格也站在旁边，手里夹着一支雪茄，嘴角勾着一抹冷笑。有本事你们进来呀！我冲几人比了个中指，抱紧怀里的矿泉水，转身追向宋菲菲他们。跑了一会，前面出现2根巨大的石柱，看着像是神庙，可里面是很多散落破败的平房，又好像只是个普通的村落。宋菲菲他们不见了，这地方风太大，估计他们去里面找地方避风了。我沿着村里的主路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四处张望。这个村子给人的感觉和我们西北方破旧的农村差不多，黄土垒成的平房，窗户开得极高，半拉残破的矮墙院子，墙上还用白色的油漆刷着几行字。借着月光，我凑到墙面上去看 Stay home at night， 晚上在家待着。那可不巧了，我们来时正是晚上，难道还能带你家呀？我摇摇头，没管这些字，一边走一边喊宋菲菲和江浩言的名字。喊了几声，回应我的只有呼啸的狂风。人呢？这一会功夫跑哪去了？我朝前走了一段，眼角余光忽然瞥见有一道白影闪过，我立刻扭头，看见那道白影从旁边巷子里过去了。我忙追上去。宋菲菲，是你吗？菲菲。一条狭长的窄巷夹在2排低矮的黄土墙之间，我探头一看，月光照着惨白的地面，并没有宋菲菲的踪影。真能折腾，这一会功夫能跑哪去？也不等我。我心里有点不爽，扭开矿泉水瓶，咚咚咚猛灌了半瓶，然后继续在村落里转圈找人。走着走着，心头忽然有些发毛，我感觉有人在暗处盯着我。我装作没发现的样子，朝前走了几步，然后猛地一转头，身后只有空荡荡的巷子，我的影子长长的拖在地上，并没有其他人。我松口气，正要转身继续走，忽然觉得有地方不对劲。我转过头，目光在墙面上扫了一圈，直到看见地面上的影子时，我才知道那种怪异感来自哪里。影子里，我的头是一个狼头，身体依旧是我的身体，两手抱着矿泉水瓶，可头上顶的脑袋，尖尖的耳朵，朝左一转，一个凸起的长嘴，张着獠牙。我心头一惊，难道碰上传说中的影子鬼了？影子鬼没有形体，躲在影子中，但是却不容小觑。小时候，村里的老人经常会告诫小孩，玩的时候不要踩对方的影子，容易被压魂。因为人的3魂7魄，天魂、地魂、命魂，其中地魂就常居在影子当中。地魂主五感，地魂被压，人就浑浑噩噩，精神不振。有些巫蛊邪术，除了只扎人稻草人，也会把钉子钉在人的影子上，镇压地魂，让人生病。要在平时，影子鬼不难解决，这等阴碎邪物，用吉阳的桃木剑或者5帝钱很轻松都能对付。但是我现在啥也没带，就只能另想他法。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现的样子，继续朝前走。巷子尽头是另一条横穿而过的路。等到了3岔口，我往左边岔路走了一步，然后身体猛地往回一缩，退回到原来的路上，贴在墙后。这么一来，之前的影子鬼来不及反应，还留在左边岔路上，把他跟自己的影子分离出来，那就好对付多了。我丢下矿泉水瓶，左手伸开向上，右手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弯曲，大指和小指伸开，置于左手掌根部，结了个响鬼山印，只等那影子鬼过来，一巴掌扇死他。果然，他很快就出现了，不是贴着地面，而是投射在对面的墙壁上。先是冒出一个凸起的狼嘴，然后2个尖尖的耳朵，双手长着长长的指甲，直立行走，一手还握着把镰刀。我屏住呼吸，正准备一掌扇过去，下一秒，我错愕地僵在原地，心脏瞬间揪紧。一个狼首人身，2米左右高的怪物出现在我眼前，干枯的黑色皮肤，血红的双眼，皮下经脉像蜿蜒的蚯蚓。他腰间围着一片布，看着像条短裙似的，握着手里的镰刀，朝我呲牙，咸水顺着尖利的牙齿往下滴落。原来墙上的影子真的只是一个影子而已。我向后退了2步，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个名字：阿努比斯。阿努比斯是古埃及神话中的死神，长着狼头，传说他住在冥界，会在人死后挖出他的心脏放在天平上称重。
天平的另一端放着代表真实的鸵鸟羽毛，如果心脏比羽毛重，阿努比斯就会把心脏丢给怪物阿米特吞噬；如果心脏比羽毛轻，死者才有资格进入天堂。但是那不过是传说，怎么还真有阿努比斯啊？作为古埃及9柱神之一，我跟他打，和我去打阎王判官有什么区别？我一步一步往后退，试探着把手印朝他身上拍去。我对准怪物，凌空一挥手掌，啪的一声，怪物呆住了。吼！下一秒，怪物仰天嘶吼，也朝我拍出一掌，一股剧烈的腥臭味扑面而来。我整个人被打飞出好几米远，在地上滚了2圈才停下。我没有半点犹豫，爬起来拔腿就跑。打不过，根本打不过。刚跑了几步，从影子里我就看见那把镰刀像标枪一样，笔直的朝我后背飞来，吓得我一个矮身，就地一滚，躲过了那把镰刀。也就是这一耽误，我被那怪物追上了。我从屁股兜里飞快地掏出一张符纸，也没看清是什么，直接朝怪物身上丢去。符纸飘在空中，隐隐亮起7道亮光，暗合北斗七星的位置。我松口气，没想到运气这么好，随手一掏，就掏出这张杀伤力极强的7星引纹符。7星引纹能借助北斗星的力量治病伐恶，斩邪除妖。怪物嘶吼着，一把扯碎挡在眼前的符纸。下一秒，7道剑光劈砍在怪物身上，在他漆黑的皮肤上撕开一个小口子，有浓黑的鲜血流出，流了几秒，那血就停了，皮肉蠕动，伤口愈合，完全看不出半点受过伤的模样。我张大嘴巴，卧槽，这么强，这还打个屁呀！我立刻扭头就跑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榔头怪物狂吼一声扑上来，伸出爪子，把我死死压在地上。腥臭的咸水滴在我脸上，它的爪子像铁钳一样，力大无穷。我被掐得直翻白眼，完全喘不上气。我屏住呼吸，膝盖弯起，用力撞向他的2腿之间。砰的一声，我自己听了都要感觉自己残忍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阿努比斯居然完全没有反应。我震惊地抬起眼皮往下看，这都不行？你全身就没点破绽？回应我的是一声愤怒的嘶吼，脖子上的力道更大了。我脑子一阵一阵黑，视线朦胧中，墙上那几个油漆刷着的白色字体格外醒目。Stay home at night。我算是知道了，为什么村子里要刷这样的标语，晚上真不能出门。谁能想到，居然会有这种怪物在街道上游走啊！等等 ，Stay home。电光石火间，我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：待在房里是不是就安全了？榔头怪物一手掐着我的脖子，另一只手从我颈部一直往下滑，停在心脏的位置。尖利的指甲隔着衣物刺穿我的皮肤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一手结了个金刚指印，用中指猛地戳向他的眼睛。金刚印坚硬如铁，眼睛又是身体上最薄弱的地方，我一指头下去，怪物立刻惨叫着松开了爪子。趁这个机会，我迅速爬起来，一个冲刺翻进围墙。进了院墙，我也不敢放松警惕，一连往后退了好几步，从屁股兜里把符纸全都掏出来握在手中，然后警惕地盯着对面的墙壁。院外传来阵阵狼嚎，还有怪物在墙上愤怒的拍打声。这墙壁不过用黄土垒成，看着破旧单薄，仿佛一推就能倒，可是那怪物用力敲打，却怎么都进不来。安全了，我心下一松，2腿酸软的跌坐在地，这才有空去打量四周的环境。可视线随意一扫，脑子里刚松下来的那根弦又瞬间紧绷。我坐在一片墓地之中，周围起码有10几块墓碑，墓碑上刻着人名和出生年月，基本都是100-200年之前的。墓碑的顶端已经风化了，用手一碰，碎屑飘散在风中。好好的一个院子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墓碑？这究竟是什么鬼地方？我心头发毛，强撑着站起身。管他呢，来都来了，进屋子里看看吧。这边的房子窗户很高，站在院子里看不清屋内的情况。我伸手推开房门，嘎吱，陈旧的木门转动，发出刺耳的响声。我朝内刚迈一步，忽然一道风声闪过，一道黑影当头砸向我。我猛地往后急退几步，同时身体凌空一跃，跳起来抓住房门顶端的木框，然后2腿用力往前一踹。哎呦！一道熟悉的喊声传来，伴随着木棍跌落在地的响声。我松口气，跳下身来。宋菲菲，你搞什么飞机呀？乔墨鱼，你可总算来了。江浩言，快重新把火堆升起来。我转头一看，陆灵珠依旧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，江浩言坐在他旁边，随手一抖符纸，弹到面前的火堆里。这里还有柴火啊！我盯着那团燃烧的东西细看一会，这才发现那是宋菲菲身上的绷带。宋菲菲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短袖，正一脸警惕地关上房门，然后走到火堆旁坐下，朝我伸出手：“有吃的没？”我把兜里的巧克力丢给她，宋菲菲立刻撕开包装纸，狼吞虎咽。为了假扮木乃伊像一点，我和陆灵珠连晚饭都没吃，不然肚子凸出来太不像话了。哎，真的好饿，本来我们还计划夜宵去吃烤肉的。宋菲菲吃着巧克力的时候，江浩言跟我讲了他们这头的情况。原来我去车上拿矿泉水的功夫，宋菲菲一扭头，发现村子里有个人影一闪而过，穿着灰色的运动裤，背影和我非常相似。奇怪，乔墨雨什么时候跑进去的？
两人以为我从其他入口进了村子，赶忙追进去，直到追着那个人影进了这座院子。院子里全是墓碑，两人一进来就吓了一跳，一边喊我的名字，一边去房子里搜。没想到喊了没多久，其中一块墓碑动了，墓碑松动，从下面探出一只手来。他们两个虽然一直跟着我和陆灵珠，但还没有独当一面，自己处理过这些东西，顿时吓得不轻。两人联手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最后还是靠宋菲菲掏出几张符纸，才把地底下钻出来的骷髅击杀了。也不知道算没算杀死，因为一转眼那个骷髅的尸体又不见了。两个人警惕地守着房门，一直等到现在。爬出来的骷髅，我听得皱眉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江浩言摇头，乔墨雨，你肯定不知道这是哪里吧？江浩言叹口气，拿着手机朝我晃了晃。我刚才想报警的，结果警察一接电话，听说了这个地址，死活都不肯过来，让我们自己待到天亮，再想办法离开。我刚查了，这是卢克索最出名的死人谷啊，确切地说，这地方以前又叫死人城，是一大片墓地。在埃及，以往的富豪家族会有守墓人，他们在墓穴上面建造房子，有院落、围墙、大门，这种墓宅被称为鹤石，院内安放墓碑，底下埋葬尸骨，从表面看去和正常房子一模一样。时间一久，社会变迁，不再有人为富豪守墓，这些房子就成了守墓人自己的住所兼墓地。家里死的人越来越多，院子里的墓碑也越来越多。有出息的年轻人嫌弃居住环境差，早就离开这儿了，留下来的都是穷人和老人。原本日子也能正常的过，可直到100年前，不知道出了什么变故，村子里的人一夜间都死光了。这个村子地处峡谷里面，本来就比较封闭，和外界联系不多。政府派人来查了几次，都查不到原因，只能不了了之。村子逐渐荒废下来，直到10几年前，有一群流浪汉占领了这地方再差，好歹有房子可以遮风挡雨，附近贫民窟的很多人都向这里聚集。然后意外又发生了。什么意外？村民又都死光了？江浩言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没死光，有许多人跑了出去，但是逃出去的人都疯了，逢人就喊晚上不要外出，必须待在家里什么的。从那以后，这地方就成了卢克索当地的禁忌之地。这几年也有年轻人不怕死的来探险，但是白天来的还好，晚上来的无一例外都失踪了，连具尸体都找不到，所以桑格他们才不愿意进来。据说这村子在成为墓地之前，最开始是一座废弃的神庙，供奉着死神阿努比斯。不过你也知道，1000多年前伊斯兰人入侵，埃及逐渐伊斯兰化，很多神庙都被毁了。等等，阿努比斯？我忙打断江浩言，这里是阿努比斯的神庙遗址。靠，那我之前碰见的狼人果然是阿努比斯。听说我还遇见了狼人，江浩言和宋菲菲一脸好奇地凑过来，我给他们粗略讲了下事情经过。宋菲菲插嘴道：“你们正面交手了，这东西好对付吗？是不是和欧洲的狼人差不多呀？”我淡淡一笑：“我们3-7开吧。”宋菲菲：“你3他7，厉害是挺厉害，不过等灵珠醒了，我们4个一起上，赢面还是很大的。”我摇头：“他3拳，我投7。”宋菲菲：“算了算了，我们就在这屋子里苟到天亮，反正他也不敢进来。”我点点头，靠在墙上，准备闭眼眯一会。就在这时，江浩言悠悠地说道：“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他不敢进来，可能是因为屋子里有他都害怕的东西。”话音刚落，楼上忽然响起一阵女人的哭声。呜呜，寂静的深夜，荒无人烟的废弃村落，这哭声一响，简直令人头皮发麻。江浩言全身一抖，情不自禁靠得离我更近了一点。而宋菲菲愣了几秒，说出几句让人更加头皮发麻的话：“这里不是平房吗？就1层，没有2楼啊！”仿佛有一道天雷在头顶炸响，惊得人鸡皮疙瘩掉一地。我们3个坐在地上，缓缓抬起头，朝天花板看去。火堆燃烧，橘黄色的火光跳跃，驱散了屋子里的黑暗。屋子顶部是木质的天花板，比我想象中低了很多，2.5米左右，黑漆漆的木板纹路结满了蜘蛛网，并没有其他东西。这层高好像不对，我记得在村子里瞎溜达的时候，我还特别注意了。这些房子虽然只是平房，因为窗户就1层，但是看起来层高远比一般的房子高，上面应该还有夹层。我们几人站起来，江浩言拿着根木棍往上捅，木质的天花板发出咚咚的响声，听着回音就知道了，上面肯定还有1层。这房间还挺空阔，大约30-40平，火堆点在西北角，照不到其他地方的天花板。江浩言就举着那根木棍到处乱捅，果然有了发现，这上面是空的。我抬头一看，头顶是一个4方的洞口，1平米左右，边缘整齐，一看就是预先留好的。站在这里，那女人凄厉的哭声更加清晰了。我拿着那根木棍走到火堆旁边，把燃烧的绷带缠在上面，做了一个简易的火把。这布料也不知道宋菲菲他们从哪找的，还挺耐烧。我把火把递给江浩言，等会我上去之后，你从这个洞口把火把举上来，给我照明。宋菲菲忙问：“那我呢？”你去看着陆灵珠，等下火不够了就拆她身上的绷带。我往后退了几步，一个冲刺，高高跃起，2手攀住了洞口的边缘，另一只腿在旁边墙壁一蹬，
轻松翻了上去。刚一上去，江浩言就忙不迭地把火把从洞口举上来了。光线一亮，一个女人忽然出现在我眼前，我心里头一个机灵，身体本能地往后仰，差点被火给烧着。宋菲菲，咋了？咋了？上面是什么东西？江浩言，乔墨雨，你没事吧？我稳住身形，见对面的人没扑过来，这才往旁边挪了点，借着火光仔细打量。没事，是一堆人偶。我实在没想到，这低矮的阁楼里居然密密麻麻摆满了人偶，不是类似兵马俑那种雕塑，而是现代的硅胶制的仿真人偶。其中一具人偶就在我眼前，穿着露腰的2片式长裙，金色长发，蓝色的眼珠子，死死盯着我看。我也盯着他看了一会，伸手摸到屁股兜里，掏出一张符纸夹在指尖。那哭声还在继续，就是其中一具人偶发出的。我朝里面走，一边走一边竖着耳朵寻找声音的来源，直到走到最里面，哭声越来越大。我终于找到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是一具东方的人偶，黑色长发，黑色眼珠子，惨白的皮肤，瞪着眼睛，两手交叉抱在胸前。我侧身听了一会，确定哭声就是他发出的。这是被邪灵附身了。我低头诵念静心神咒，太上台星，应变无停，驱邪附魅，保命护身，智慧明净，心神安宁，三魂永久，魄无丧清。一般的游魂，魂魄不全，全凭本能行事，记不得自己生前的事。道教的静心神咒原本是排除杂念、安定心神用的，但是用在游魂身上也有凝练其意、保魂护魄的作用。念完咒，我在人偶肩上敲了敲。姐们，是你在哭吗？人偶的眼珠子动了，先是迷茫的眨了眨，然后笑起来。是啊，被你发现了，哥，那就留在这里陪我吧。说完，两手成爪，直接朝我扑过来，仿佛一个信号一般，他一动，整个阁楼里所有的人偶都动了。这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，我一只手被这个东方人偶死死抓着，身后无数人偶扑过来，抱我的腿，撕扯我的脚，我整个人都淹没在人偶中。我拼命踢腿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。挣扎间，脑袋重重一磕，一阵清晰的痛意传来。我迷茫地睁开眼睛，这才发现我还在楼下。火堆依旧在燃烧，屋外狂风大作，风声呜咽，发出类似女人的凄厉哭声。宋菲菲和江浩言也缩在墙角，正闭着眼睛打瞌睡。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梦，都不是真的。我刚松一口气，紧接着我又僵住了。真的有人在扯我的腿，就是这种撕扯感把我惊醒的。我忙低头往下看去，这才发现一个浑身包裹着绷带的人正弯腰扯我的脚。我怒了，陆灵珠，你有病啊，醒了也不说一声。我这一喊，旁边的江浩言和宋菲菲也迷迷糊糊睁开眼睛。宋菲菲伸个懒腰，阿灵珠，你总算醒了，你在干嘛呀？你，卧槽！宋菲菲惊叫一声，伸手指向自己右手边躺着的那具木乃伊。灵珠醒了？那我旁边这个是谁？不对，他不是灵珠。我反应过来，猛地一脚朝他踹去，那具木乃伊被我踹翻在地，立刻又翻身爬起来，嘶吼着扑向我。江浩言立刻跳起来，随手抄起旁边的木棍，拦腰狠狠给了他一棍。宋菲菲也大喊一声，原地弹起来，两手握拳，锤子一样猛地砸向木乃伊的后背，把他砸在地上。木乃伊哭了，畜生啊你们！你这个孽徒，我要把你逐出师门！我们大为震撼，宋菲菲张大嘴巴，呆呆地看着地上那具口吐芬芳的木乃伊。灵珠！我们几人忙冲上去把她扶起来，扯下她脸上的绷带一看，果然是陆灵珠。陆灵珠，你搞什么飞机啊？旁边这具木乃伊又是哪里来的？陆灵珠艰难地喘着粗气，咬牙切齿。哪里来的？我打死的呀！你们神经病啊！一个个睡得死猪一样，我一个人又没有法器，打了半小时才打死他。说完捂着肚子，满脸哀怨。妈的，我奋战了这么久，筋疲力尽，你们还趁机围殴我，你们是不是人啊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打你。宋菲菲忙松开拳头，江浩言也立刻丢下手里的木棍，两人默契的一个看天，一个看地。我很无语，你扯我脚干嘛？陆灵珠闻言更悲愤了，伸手指着地面，我想脱你的鞋子穿啊！妈的，是谁？是谁把我腿上的布条解了？我脚都冻麻了。我低头一看，只见陆灵珠两条小腿上的布带都不见了，光着脚站在原地，脚面上沾满了灰。我笑死，哈哈哈哈！谁让你不穿鞋袜的？该！两人假扮木乃伊吓唬我，为了更加逼真，陆灵珠鞋袜都没有穿，宋菲菲穿着的凉鞋底很薄，她当时就一起捆进布条里面了。陆灵珠还在狂怒，是谁？到底是谁解了我腿上的布条？宋菲菲默默低头看了眼燃烧的火堆，强行转移话题。灵珠啊，这个木乃伊是哪里来的？对呀，别管布条了，你把身体其他地方的拆下来捆回脚上当鞋子不是好了？陆灵珠，对哦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说完坐到地上，一边拆身上的布条，一边跟我们讲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原来半小时前，他迷迷糊糊被冻醒过来，就看见房门大开着，有个木乃伊站在门口盯着他看。他愣了一会，疑惑地问道：菲菲，这是哪呀？乔墨雨呢？刚说完，那个木乃伊就朝他扑了过来。
他扭头一看，我们三个整整齐齐靠在墙角睡觉，这里并不是博物馆。担心木乃伊伤到我们，他只能转身朝院子里跑，然后两人殊死搏斗半天，最后又一路打回屋子里，才终于制服了木乃伊。听他说完，我一脸担忧地看着院子里那10几座墓碑。之前江浩言他们也说有一个骷髅从墓碑下爬出来，现在又来个木乃伊，待会他们该不会全家都来吧？话音刚落，面前的墓碑发出了咔咔咔开裂的响声，紧接着一只骷髅手从干枯的沙土地上猛地伸了出来，惨白的月色照在破败的小院中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墓碑开裂的声音响成一片，一只接一只的手从地里伸出来，大部分是骷髅，偶尔有几具绑着布条的木乃伊。所有人脸色大变，急忙退回屋子里，关上房门，4个人一起用力顶住门。陆灵珠愁眉苦脸，这里的木乃伊很难对付的，力大无穷，我只能搞定一只。骷髅也不简单，我和江浩言费半天劲才收拾掉，而且好像打不死，他又钻回地里了。那我们赶紧逃到外面去。我猛摇头，不行啊，外面有阿努比斯。陆灵珠大吃一惊，谁？希腊那个神仙，那个偷火种的，他不是好人吗？没文化真可怕呀，那是普罗米修斯。阿努比斯是埃及的死神，长得狼人似的。我们几个说话的功夫，房门被猛地撞响，砰砰砰，巨大的冲击力从门外传来，单薄的木门再也支撑不住，坚持几秒后裂成几块碎片。我们4个向后摔倒在地，眼睁睁看着10几只骷髅夹杂着2个木乃伊，挥舞着手里的骨刀劈向我们。跑啊！对方鬼多势众，我们只能分头跑。4个人在院子里抱头鼠窜。陆灵珠说的没错，木乃伊力大无穷，真的不好对付。骷髅还好一点，可架不住数量多，只要跟其中一个斗上，立刻又有好几只骷髅围上来搞群殴。我被4只骷髅围着，狼狈的躲避，偏偏这个时候江浩言摔倒了。我跟他之间起码隔着好几块墓碑，眼看着一把骨刀要劈到江浩言身上，我忙丢出最后一张符纸，那是一张5岳真形符。道铺子有言，凡修道之士，七隐山谷，须得5岳真形图配之。其山中鬼魅精灵、虫虎妖怪，一切毒物，莫能尽矣。原本的5岳真形图，辟兵凶秘，实为罕见。不过现在流行的5岳符，只是借助5岳的一丝镇压之力，制作成本不高。一张符纸丢出去，仿佛重若千钧，那具骷髅立刻被压得粉碎。可下一秒，那些碎片又蠕动着慢慢聚拢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原样。而耽误这么一会功夫，我被一个木乃伊用力拍出一掌，身体倒飞出去，撞翻了身后的一块墓碑。我龇牙咧嘴地揉着后背站起来，都快疼哭了。我这辈子都没这么狼狈过呀，没有工具在手，基本只能靠蛮力硬碰硬。而且这些骷髅打不完，根本打不完。一会功夫，我们4个就都受了不轻的伤。不行了，真的顶不住了。陆灵珠把宋菲菲从2具骷髅身下拖出来，一手扶着墓碑大喘气。我快累死了，那什么狗屁普罗米修斯，我们去揍他，喘口气。说完往前一冲，一手撑在院墙上，轻松地翻了出去。陆灵珠这一走，原本围着他的骷髅都分散开扑向剩下的人，我们的压力顿时更大了。宋菲菲也忙跟上去。对，出去我们4个打一个，在这里4个骷髅打我一个，我不管了，他是个天王老子，我也要跟他斗一斗。2人都跑了，我跟江浩言留在这，完全撑不住，只能也赶紧跟上去。刚翻到墙外，就看见比我们早1分钟出来的陆灵珠2个人没了踪影。我和江浩言顾不上找他们，背靠着墙，先坐在地上恢复体力。他们人呢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我抬头一看，之前扔在墙角的几瓶矿泉水居然还在，我眼前一亮，忙站起身，艰难地挪动脚步，走过去捡起瓶子，蹲蹲蹲，一口气喝了半瓶。我把剩下的半瓶扔给江浩言，他却没伸手接，而是呆呆地看着我，脸色惨白，双眼大睁，满是惊恐。不好，我心中咯噔一下，全身僵硬，缓缓转过头去。阿努比斯就在我身后，他手里还抓着一个人，那人浑身瘫软，被他拦腰握着，鲜血顺着指尖滴落在地面上，生死不知。我瞳孔猛地一缩。宋菲菲。就在这时，另一道人影忽然从阿努比斯的背后窜起，骑马似的跳在他肩头，然后2手作剑，猛刺向他的眼睛。这眼睛是我之前就刺过的，已经受了不小的伤，再被陆灵珠刺中，阿努比斯立刻开始发狂。吼！他狂吼一声，把手中的宋菲菲扔了出来，宋菲菲重重摔在地上，溅起无数浮尘。我也趁这个机会加速冲刺，一手结金刚指印，然后凌空跃起，刺向他的另一只眼睛。吼！阿努比斯狂吼着把我们2人甩了出去。我摔得头昏眼花，强撑着站起身，正要再冲上去，旁边的宋菲菲从地上弹了起来。Run run run！ 她抹掉嘴角的血，冲到对面开始翻墙。还等什么？快跑啊！太好了，菲菲，你没事啊？我们不再恋战，跟在她身后翻墙进了另一个院子。4个人坐在地上大口喘气，宋菲菲咳了几下，又吐出一大口血来。噗！妈呀，这个狼人是真的厉害，要不是刚才装死，我这条命要交代在这了。陆灵珠也猛点头，
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。我最多也只能跟他对上4、5招，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我揶揄道：“刚才谁说的？不是要打他喘口气吗？”呵呵，打他？我宁可去打多1倍的骷髅，也不想再碰见他。话音刚落，我们都沉默了。就着惨白的月光，我清楚地看到这座屋子比刚才我们待的那个大了整整1倍。100平米的空阔院落里，除了中间的过道，密密麻麻都是墓碑。咔咔咔咔咔，墓碑碎裂的咔咔声密集地响起，我牙齿酸软，头皮发麻。宋菲菲已经快哭了。我真的受不了你们2个乌鸦嘴，能不能给人一点活路啊？给人一点活路啊！江浩言淡定安慰：“不要急，趁现在那些骷髅还没出来，我们穿过去，然后从另外一头院墙翻出去。只要我们运气够好，就不会碰上阿努比斯，然后找一个最小的院子躲里面。”想法是很好的，可惜今天也不知道为啥，我们几个脸能黑成这样。等冲到对面，陆灵珠手攀到墙上刚一跳，立马又把头缩回来了。他就在外面。没关系，江浩言继续压低嗓音。我们跑回另一边，从那头翻出去。我们又互相搀扶着，重新穿过院子，跑到对面。这次轮到我先爬出去，我探头一看，真的震惊了。阿努比斯居然还在，他仿佛看穿了我们的想法，就这么一会功夫，居然速度极快地从另一边绕了过来。那双血红色的眼睛已经瞎了一只，鲜血淋漓，另一只满眼怨毒地盯着我看。我绝望了，完蛋，这东西盯上我们了。墓碑的咔咔声还在继续，甚至有几只手已经从地下伸了出来。而墙外的阿努比斯正虎视眈眈盯着我们，一出去必然是个鱼死网破的局面。这种时候只能赌一把了。我心一横，咬牙道：“陆灵珠，我们2个从这头出去，正面迎敌，想办法把他另一只眼睛也弄瞎。菲菲，你和江浩言从那边出去，在那躲着别动。”江浩言摇头拒绝：“不行，乔墨雨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别婆婆妈妈了，宋菲菲还需要人照应，何况你去了只会拖累我们。”我朝江浩言瞪一眼：“快点！再晚就来不及了，那你们自己小心一点。”江浩言依依不舍地握了一下我的肩头，然后扶住宋菲菲的胳膊，转头朝另一端院墙跑去。我和陆灵珠翻上墙头，正准备往下跳，就在这时，庭院中间突然传来一阵惨叫。我扭头一看，宋菲菲被几只手扯住了脚腕。“你先出去，我去帮他们脱困。”陆灵珠随手拍了我一下，然后跳进院子里。都打了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道她怎么还有那么多力气。那一拍之下，我没防备，直接被她从墙头推了下去。扑通！我摔在地上，阿努比斯的那双大脚正停留在我视线前方。我抬起头，艰难地挤出一个笑容。去你妈的！手里一把沙子扬出，我就地一个翻滚。阿努比斯狂吼一声，朝我扑了过来。我一边狼狈地左支右绌，躲避的间隙，把我这辈子能想到的手印咒语全都给用上了。一下火光，一下雷光，一下又是金光弥漫，五颜六色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在放烟花。就算这样，也只是勉强在阿努比斯手下苟着，时不时还会被他打得吐血。看见自己如此宝贵的血喷了满地，我很悲愤。陆灵珠，你在干嘛？一道猥琐的嗓音从墙内传来。你把他诱到墙边来，我有办法了。我只能强撑着身体，拼着命又挨了一下，然后装作跌到墙上，身体贴着墙根，缓缓往下滑。阿努比斯的狼头几乎凑到我头顶了，咸水滴在我头发上，一股腥臭。我躺在那装死，一动不动。阿努比斯伸出爪子，就在这时，陆灵珠从墙内一跃而出，手里握着一根骨刺，用力刺入他的眼睛，然后狠狠拔出。吼！阿努比斯发出一声哀嚎，一手捂住眼睛，疼得满地打滚。陆灵珠一脸得意：“厉害吧？我从骷髅身上搞下来的。”阿努比斯发了疯似的到处乱撞。陆灵珠伸手朝旁边指了指，用眼神示意我。他现在看不见了，我们先去跟宋菲菲他们会合。我点点头，两人蹑手蹑脚朝巷子左侧走去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。这怪物打是打不死的，他那身黝黑的皮肤几乎刀枪不入，而且愈合能力极强，我们打到现在也只找到眼睛这一个弱点。趁他现在瞎了，只要找个地方苟起来，熬到天亮就行。我们走到院子左侧，宋菲菲看见我们，惊喜的正要喊人，陆灵珠立刻把食指挡在嘴唇上，比了个噤声的手势。我们四人互相搀扶着走了好长一段路，直到远远看见村口那2根巨大的柱子，大家才松一口气。4个人一起瘫坐在柱子下休息。比起来，桑格真是太温柔太亲切了。我深表赞同。对呀，我宁愿被他抓走。我们现在去找他吧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人比鬼好对付。江浩言有道理，他还想着要找什么永生之门，随便忽悠几下，应该不会马上杀我们的。几人聊了一会，看着彼此狼狈的样子，又忍不住互相取笑。陆灵珠，菲菲，你这红色衣裳不错，哪里买的？我也去买一件。宋菲菲翻个白眼，你那红绷带也挺时髦的哈，缠在脚上红舞鞋似的，你要起来转2圈不？说完又转头看我，乔墨雨，你脸怎么这么肿？你看看你影子上跟猪头似的，噗哈哈哈！陆灵珠也大笑，不是猪头，
我看像个狗头。狗头！我茫然地看向地面的影子，那一刻，犹如兜头一盆冰水浇下，我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地上，我的影子是一个狼头。我怎么忘记了？一开始，阿努比斯就是躲在影子里的呀。他的本体瞎了，现在他变回影子，是不是说明又能看见了，才会一路跟着我们？我瞬间原地弹起来，声嘶力竭喊道：“快跑！”可已经来不及了。地上那道影子，砰一下幻化成一个狼头人身的怪物，猛地扑向宋菲菲，死死咬住了他的手臂。菲菲，陆灵珠悲喊一声，扑上去想救他，阿努比斯头都没有回，随手一巴掌就把他拍飞了。毫不停歇地打了整整一个晚上，我们的体能几乎都已经到了极限，而且每个人身上还有不轻的伤。陆灵珠被拍得吐血，一手撑在地上，好一会没起来。我们两个对视一眼，彼此眼中都有愤怒和不甘。我就不信了，我这辈子走南闯北，经历过无数险境，难道今天还能在埃及的小山沟里翻船？此时，黑色的天幕已经变得稀薄，一点点蜷缩着消散，有一丝灰蓝色开始扩散。再过半个时辰，天很快就要亮了。我盯着天际那一颗又大又亮的星辰，脑中灵光一闪，忽然想到一个阵法：灵珠三阳太白阵。太白即金星，又叫启明星，在黎明时分出现，代表着阳气出生。而三阳需要3个八字纯阳的人，以他们的血绘制阵法，再引入星辰之力，至阳至刚，可诛邪除祟，破除一切虚妄。这个阵法需要的血量不是一星半点，条件非常苛刻，换平时是不大可能实现的。可现在我们都流了这么多血，不用白不用。我的血是3清血，陆灵珠的血也很特殊，蕴含阴阳，都可以用。我对着陆灵珠点头。江浩言八字是纯阳的。江浩言很迷茫，可是我没受伤啊，也不知道是他运气好还是怎么样，刚才一番打斗，他手骨折了，全身都是擦伤和乌青，却没有流血。话还没说完，陆灵珠已经一记重拳出击，猛地砸在江浩言胸口。噗！江浩言喷出一口血，脸一下就白了。我大声斥责陆灵珠：“你毛病啊！”江浩言眼中一喜，乔墨雨，我就知道还是你，这样打能有多少血？要割破他的皮肤。说完，我抢过陆灵珠手中的骨刺，在江浩言手臂上用力一划。江浩言脸更白了，我顾不上管他，把他的血抹在地上，画了一个符文，然后和陆灵珠分头跑到两边，3人成一个三角形的姿势，把阿努比斯围在中间。我和陆灵珠各自从江浩言身上抹了血，蹲在地上开始画符。很快，3个符文都完成了。完成符文之后，我原地打坐，集中意念默诵咒语，努力在意识里去沟通那颗遥远的星辰。这是占星术里最高深的一种，极度耗费神智。一会功夫，我太阳穴就针扎一样疼，浑身大汗淋漓，身体情不自禁地开始颤抖。宋菲菲手臂被咬得鲜血淋漓，正闭眼躺在地上装死。阿努比斯拍了他几下，见毫无反应，转身扑向江浩言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金光劈开云层，落在阿努比斯身上，他的整个后背都燃烧起来。吼！阿努比斯的惨叫声撕心裂肺，响彻整个山谷。他疯狂地挣扎，满地打滚，可是那火光越烧越旺，隐隐还有雷光闪烁，紫色雷电游走其中。很快，阿努比斯烧成了一截黑炭。我身体一软，倒在地上，浑身上下再也提不起一丝力气。朦朦胧胧中，我看见杰克几人朝村口跑来。那是什么？哈利路亚 ！Oh my god！ 那是什么怪物？几人站在村口的柱子外面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直到天完全亮了，桑格才满脸惊叹地走进来，看着地上的一截狼头黑炭发呆。你牛逼，姐，你是真牛逼！我这辈子没服过谁，就服你。杰克蹲在我旁边，竖着大拇指，连连感叹：你们连阿努比斯都能打呀！我翻个白眼。你也知道这地有阿努比斯，你不提前说一声？我说了呀，我大喊着让你们别进去，你们不听，我本来还以为你们死定了，正在那可惜呢。杰克把我扶起来，跟我说了这座村镇发生的故事。原来刚才死的那个不是真正的阿努比斯，而是他的一道分身。就好像我们国内的庙宇被供奉久了，其中的雕塑会产生一点灵智，虽然远比不上真正的神灵，但是能力和形象会极其相似。这一片的原居民都是阿努比斯的信徒，直到城池被毁，外人侵占了这里，把它变成墓地，阿努比斯也陷入了沉睡。100多年前，有个邪术师为了修炼，不小心把他唤醒。阿努比斯恪守之前的规矩，保护信徒，不会杀屋子里的人。但是大家一开始不知道原因，看见街上有怪物，有死人，反而一窝蜂地朝外跑。于是，一夜间，城里的人几乎全死光了，这座镇子也成了废墟。没有外来的力量，阿努比斯又陷入沉睡，一直到10几年前被再度唤醒。阿努比斯原本就是死神，有沟通冥界的力量，在他的影响下，这一片的死人都会变成亡灵。你们碰上亡灵了吗？看着杰克好奇的眼神，我们几个一同沉默了。没碰上。那你们运气还不错呀。这一片的事，也就我知道的清楚，很多当地人都没我懂。我江湖百晓生，埃及就没我不知道的事儿。正所谓英雄惜英雄，只要你把刚才凭空引火那个法子告诉我，我就在桑格面前保下你们。
我告诉你，有杰克罩着，你们在这一片，嘿，横着走都没问题。杰克滔滔不绝，我听得头痛。闭嘴吧你！桑格原本就在寻求超自然的力量，看见我们烧死了阿努比斯，眸中异彩连连，立刻收起枪，叫手下送我们去医院。在医院里，麦克也赶了过来。乔墨雨，菲菲你也在，太好了，你们都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麦克长长的舒一口气，让人去给我们买吃的。我实在受不了杰克整天在旁边吵，让麦克报警把他抓起来。他们抢了木乃伊，这罪名搁我们国内都够枪毙了。麦克一脸尴尬。我之前是去报警了，可是警察问我博物馆里少了什么，我抬头看一眼陆灵珠两人，继续沉默。桑格原本在当地就只手遮天，博物馆又没什么实际损失，这事情到后来也只能不了了之。